腕，而不是指尖。而不是指尖啊，转的是手腕，走指尖先下来。好，向右转腰去转手腕，手腕带动手指转动，然后最后2个掌心都是朝上的。来，再来一遍啊！我再把动作压下去，让大家走一遍啊。重心左转要移重心吗？左转不移重心啊！看老师没说移重心，只是说一个身体左转，看到没？重心还是在右腿上。右转，缠腕，翻掌，掌心朝上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！走，身体左转，指尖朝下；右转，缠腕，翻掌，掌心朝上。重心向左移，走左膝，慢慢的找左脚。在移重心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慢，尤其是新同学们，不要移得过快，因为大家移得过快的话，重心一移，看到没？就形成个顶膝了。没练几天，老师我膝盖疼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重心移得过快。我一说移重心，我移过来了，但是你的重心到位了没？是不是顶过了没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慢，重心向左移。好，左膝找左脚，慢慢的移过来一点就可以，不多，看到没？好，再转腰向上领，重心向右移，蹬地翻掌，发腰劲。我不会发腰劲，是发劲发腰劲，腰不会转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小生同学，姐，小妹妹还是弟弟呀？翻叫我姐了，然后不是妹妹还是弟弟啊？转腰合胯啊。来，重心向左移，走一个下弧线，左膝缓缓的找左脚，将身体回正，先回正，臀部向下去做，看到没？你的步子从侧已经回正了，变成一个4-6的马步了。咱左腿站的6分力，右腿站的4分力，这个时候它就形成个4-6马步，整个臀部是一个正的，把身体先回正。好，双手轻飘飘的向上拖上来，咦，这个动作就出来了，肩也不会耸啊，不要去领肩。好，再左转开，合，重心微微右移，转腰，根部按掌向斜下方。我们在按掌的时候，大家去找水中按浮球的感觉，又轻又飘，但是有浮力。手指会有手掌心会有麻麻的感觉，把肩膀放松。好，双手向斜下方推出，按掌。咱们的左脚跟在哪？咱左脚跟在咱的右脚的脚心处，看到没？右脚的脚心处，打开这个位置去按，千万不要点过了啊，也不要点的太过后了啊，不能太过后，不能太过前，它点在咱的右脚的脚心处，打开。沉，好，拉过来。好，来，同学们啊，再给大家来讲一下，因为有很多刚进来的新同学们，我看这么多的新同学们，咱们把右6风四臂的过程，你看到没？重心的转换和移重心，它一直都是在这一个移重心和转腰，发力动作不会腰劲啊。来，那发力动作其实非常简单，它走的是一个核心，你的肚子就是别人打你一拳的时候，你肚子紧了一下，然后就这一瞬间的爆发力。转合，然后待会儿我给大家讲一下，好不好？咱们大家先跟着老师，我们把基本功再学习一下，尤其是刚进来的新同学们，跟着我一起，咱们把重心的转换、移动转腰和移重心，先给大家讲一下，让每个同学刚来的新同学跟着老师，咱们先走最基础的东西，如何要去移重心，保护好咱的膝关节。不要去转膝，因为很多同学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就是转腰，你的膝盖也会跟着一起去动，或者你在移重心的时候，你膝盖就转过了，就会形成个顶膝。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都关节不舒适？就是因为我们顶过了、转了等等这些原因。来，我们跟着老师咱一起来学习一下最基础的基本功啊！同学们有新进来的新同学们啊，咱们可以左上角给老师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，然后跟着老师咱们一起把基本功来学一学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在老师直播间不单单是教大家招式动作，也会教大家基本功，咱们同时来进行，同时来学习，同时来提升。身体的左转，指尖朝下；右转，缠腕，
翻掌。好，这时候啊，重心向左移的时候，右脚蹬，缓慢把重心先移过来，到这儿就停了。咱转的重心移动就是4-6转换，没有3-7转换，不要转太多啊，4-6转换就可以，也就是比5-5分的力。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咱们的步行，这个叫做5-5分的力，也就是说它是双重。分不清左右，它是在两腿之间的，把重心微微的向右移一点，好，就这一点，它就是4-6分了。所以只需要一点，不需要过多。你看，多1分力，它就形成了一个顶膝了。所以你把力回来1分，到这儿刚刚好。所以咱们在移重心的时候，咱走的就是个4-6的转换，而不是3-7的转换。这个力非常的短，不是很长，你别一蹬。很容易蹬过了，所以大家在走的过程中，重心向左去移动的时候，右脚去蹬，而不是膝盖去顶它，不是腿去挪，力从脚起，记住啊，力从脚起，行于腿，主宰于腰，最后才是行于手指，形成一个节节贯穿。所以在走的过程中，咱移重心是用脚去蹬，好，然后蹬过来，这就是行于腿。好，重心过来到位了，一点就够了。然后主宰于腰，再去转腰合胯的时候，怎么合？小腹的内侧去找大腿的内侧，去找贴的感觉。哎，你会感觉好像我这块屁股、这块臀部好像向下坐了一下，它有个这样子的，哎，这种感觉，然后它就叫松，也叫松胯。大家所说，老师什么是松胯，什么是坐胯，一样的道理啊。你这个叫合胯，合，它就叫松，它就叫沉啊。坐胯、合胯、沉胯。好，重心移住了以后，咱们沉在脚底，看到没？你的膝盖自己可以去看一下，咱自己如何去做。老师，我自己在练的时候，我怎么去判断这个我的膝盖方向是不是正的？来低头看一下，你能透过你的膝盖隐隐约约看到你的脚尖就是正确的，然后再去蹬左脚，重心向右缓缓的移过来。好，够了一点，看到没？不要过了。然后再去转的时候，向右转腰。晚上好，薇丽姐来啦。向右转腰去合右胯，合，找贴的感觉，看到没？找贴，好，一点就够了。这时候你的劲儿，它是这样子，这样沉在脚下的，看到没？通过你转的时候，你的小腿的肌肉是这么旋转向下去转在地下的这种力，而不是你就沉就蹲的，不是蹲，而是向地下去，像电钻一样向地下去转的这个力。沉在脚底，看到没？微微的看到你的脚尖，然后膝盖脚尖方向是一致的，并且没超过脚尖。好，重心再向左去移动的时候，脚蹬移过来，一定要慢。找的是什么？找的就是蹬地感。你找不到蹬地感的话，你的重心就是用腿去挪的，就是这么去挪的。所以我们要找的就是你的脚去蹬，好，把这个地啊，把这个力通过蹬地而传过来。然后再去向左转腰的时候，小腹内侧找大腿内侧，我们去找合，也是同样一点，千万不要转过了，同学们啊，这个腰不要使劲去转，咱们的身体把你的胯有一个合劲儿就可以了。小腿、大腿这看到没？这种感觉沉下来了，这就叫一个松胯。然后移过来以后，你会感觉你的脚的受力非常的明显，哇，我的脚很重啊！大家这时候觉得我的脚很重的时候，就说明你已经是脚下生根了。然后在蹬左脚的时候，脚蹬，好，慢慢的把重心移过来，你脚的去蹬力很重，脚去蹬，把这个力量传到你的右腿上，脚尖、膝盖方向一定是一致的，而且你的脚是自然打开的啊！静香同学，脚是自然打开，你看咱脚千万不要朝正前方。朝正前方的话，你会出现一个膝盖向外去扩，或者向内去扣啊，都会不舒适的。咱把脚掌自然的打开，舒适的角度就刚刚好。然后打开你的脚尖跟膝盖方向是一致的，所以大家在这样的练习情况下，不会出现你的关节的不适的啊。出现关节不适，可能是因为大家腿部力量不够，蹲得过低了。咱们可以蹲得稍微高一丢丢啊，咱可以，大家刚开始练习的新同学们。
咱的架子可以高一点，微微的做到一个屈膝，然后这么去转，转腰去合胯，找的是什么？小腹内侧，找大腿内侧，然后通过脚的蹬，好，慢慢的移过来，大概你看一点就够了，看到没？一点就够，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的，它是不是微偏咱的左腿了？微偏一点就够。向左再去合的时候，小腹内侧，找大腿的内侧，好，这时候再去蹬左脚，好。移重心，好，蹬过来，够了，1.46的转换就行。向右转腰，小腹找大腿去合，好，再去蹬右脚，重心向左移，好，缓慢的移过来，再去循环的这么来练。那么大家有没有点感觉？同学们跟着老师学，咱有没有点感觉？有的，咱在公屏上扣上一个有，我们来结合着手的动作来把咱的基本功结合到一起，大家再找一下，深入找一下感觉。好，来走身体的左转，指尖朝下，重心不变，右转去缠腕翻掌，重心向左移的时候，右脚去蹬，缓慢的移过来，动作一定要慢，因为慢功才能出细活。转腰向上领，和左胯小腹内侧去找大腿内侧，重心向右移，左脚蹬翻掌，向右转腰，右小腹贴大腿，重心再向左移的时候，蹬右脚，好，重心缓缓的移到左腿上来，走下弧线，先将身体回正，好，臀部向下去做，双手向上轻轻的飘起来，向上托掌，开合住，向右转腰，按掌根部，左胯按掌向斜下方推出。好，这是咱的右六风四臂。来，同学们跟着老师，咱们背面大家能够更好的跟着老师，咱们来走一遍啊。身体的左转，指尖朝下，右转缠腕翻掌，重心向左移，右脚蹬地走下弧线，缓慢的蹬过来，转腰和左胯小腹内侧去找大腿的内侧，重心向右移，蹬左脚，右膝找右脚，向右转腰的时候合的是右胯，走，重心向左移，蹬右脚走下弧线，先将身体回正，双手横雕上托，轻轻的托起来，左开右合，抱球在胸口，右转腰带步，双掌向斜下方按掌推出。这是咱的右六风四臂。好，来，晚上好，梦之源，来跟着老师，咱们接着往下学习咱的第5式的左单边，就是抱球花梨圆了啊。那么我们先做一个完整的示范，让大家先看一下咱的左单边的动作。我可以把左子再高一点，刚好挡住我的手。可以再高一点点。大家来看一下老师的重心是在哪条腿上的，咱能看到哪个重心在哪条腿上，咱可以打在公屏上。我看有没有细心的同学观察到我的重心在哪条腿上，然后待会儿跟着老师咱们在学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知道，重心知道沉在哪个腿上了，这是非常明确的目标啊，直奔目标的练。左腿啊，真棒，大米同学啊，百莲花香点赞啊！很多同学，你看这么多同学，苗苗、福儿、海韵、皇后、0150，还有岁月，咱的玉林、百和乐，
还有橙子奶奶，还有咱的紫气东来，还有秦蝉、季黄，非常的棒，为大家点赞。这么多同学，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咱左腿了，好，知道最后的定式在左腿，就不要再回去了。大家知道了，一定要压在咱的左腿上，沉住，不要再回重心了。因为有很多同学们，刚开始大家在练的过程中，拉得好好的，然后一到定式，我眨了个眼的功夫回来了啊！千万不要去回重心了，咱要记住，拉在左腿，沉在左腿。为啥我没有看出来？来，再来一遍，看仔细的给我看啊！来，没看出来，我再来一遍。抱球画圆，还没有答右的，但是有人练右，但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。和没看出来了，再来一遍啊！老师再打一遍，大家看一下，转穿，开，重心左移，坐沉。好，这次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吗？同学们，这话明显了吧？看明白了吧？明白了打明白。来，跟着老师咱们来开始学习动作的分解啊，动作的分解学习。双掌向斜下方按掌，走，欲左先右，右转腰的时候拎的是右手腕，看到没？拎手腕，这个手拎，右转。好，左转的时候抱球画一个立圆，两个手合着向左抱球，左转腰。向右转腰，好，画一个立体的圆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右手变勾，左掌上翻，身体左转，勾手走一个下弧线向上领，领至与肩同高，领膝合胯，开步，重心先向左移，刚才跟老师学的基本功，我们现在又用上了啊，转腰去合胯。开肩捧肘和左胯，重心向右移，左脚蹬，右膝找右脚，右转腰合右胯，穿掌顺势向上，穿掌不能过身体的中线，重心向左移，翻掌，转腰拨开，右脚贴地回正，最后坐胯下沉。好，大家按照老师的步骤这么来学，模仿着老师的动作，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打出飘逸潇洒的拳架。真的不是我这个夸大家呢啊，真的是啊！大家在跟着老师在练的过程中，老师练得很飘逸很潇洒，同样你也可以练成这样子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好不好？有信心，同学们，咱们把有信心打在公屏上，我看有多少同学是有信心练出飘逸潇洒的拳架的。来，背面跟我走一遍。右转拎腕，左转抱球画立体圆，右转抱球画立体圆，右手变勾，左掌上翻，身体左转，勾手走一个下弧线向上领，领膝合胯，开步，左移蹬地，缓缓的转腰合胯，捧肘打开，重心向右移，右膝找右脚，要慢，转腰顺势上穿，重心向左移，翻掌打开，转腰回正右脚，最后将身体回正，坐胯沉在左腿，整个臀部向后去坐的时候，为什么叫坐胯？整个臀部向后去坐的时候，像坐板凳一样，像坐板凳一样，向后去坐。好，有信心啊，非常的棒啊！讲讲什么叫松腰。好，来，同学们啊，有同学问老师什么叫松腰啊？其实松腰非常好理解，大家也不用觉得松腰觉得很难，有信心，主要老师教的好啊。老师教的好不好，同学们？咱同学啊，咱的龙鑫同学问老师，咱的松腰怎么做啊？如何去做好咱的松腰？因为在很多同学在练的过程中，这块是紧的，就是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块都紧的，放松不下来。其实我们有一个法子啊，就是你整个腰和背啊靠着墙上面。算了，我这么给大家看吧，侧面给大家去看吧，背面看不见了。
好，我们整个背啊，你要保持一个什么？当你累的时候，是不是含胸塌腰？但是你要保持含胸塌腰的前提是要保持身体的一个立身中正。好，然后再去找含胸塌腰的感觉，这就是放松。身体保持中正的前提下，再去含胸塌腰，它就叫一个立身中正，含胸塌腰。整个背，咱就所说的这个命门向后去撑。很多老师命门是什么？其实命门就是咱肚脐的正后方，就是命门。整个背，它是圆的，你看到没？肩合，背撑，腰向后撑，然后整个身体是保持立身中正的啊！我给咱的这位同学讲的时候，大家也要听一下，也在学一下咱们如何去做松腰。松腰，大家很多同学都松不下来，怎么去松？把你的整个，你说含胸塌腰，是不是？咱也不能过于松懈，不能过于一个含胸塌腰、弯腰驼背这样子。它含胸塌腰讲的是你的身体的中正的情况下，头顶有根线先拎着，然后再去做你的塌腰。臀部看到没？臀部向后，尾闾向下去做，也就是说它是这样子收的。看到没？你的尾闾向后这么去撑，这时候你看整个背和你的腰，它就形成了一个圆。你不管你去搭什么动作，懒扎衣也好，还有咱们的左单边也好，还是咱的浑圆抱球也好，那么整个背它是一个圆的，包括你的腰啊，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的腰很紧了。如何去放松？放松，含胸塌腰就是立身中正的前提下去把它给合进去，合，腰向后去撑。明白了吗，同学们？咱能不能听明白？能听明白的，咱在公屏上扣上个明白；不太明白，老师再给大家讲一下。伏牛同学啊，咱待会儿来助理员看一下啊，这应该是已经发了啊。尾闾，对，卷尾闾啊，咱们的尾闾向下去卷，这个时候你的背看到没？它有个明显的向后去撑，这块就撑起来了啊。整个命门向后去合，那么你整个双手就像抱着一个球一样，整个肩是合的，含胸塌腰，这就叫立身中正的含胸塌腰，就做到位了，看到没？整个臀部看到没？像不像坐高板凳的感觉？因为如果你要是重心偏前的话，或者往下去蹲的话，你找不到这种感觉的啊，所以要往后去做的时候，把你的肩合，腰撑拉过来。就这么简单，来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啊！大家有任何不太懂的同时，也可以打在公屏上问老师。来，双掌向下按，走，欲左先右，右转拎腕，左转抱球，右转抱球。哇，谢谢雷，辛苦你了，谢谢你啊，点了3000个赞，谢谢。右手变勾，左掌上翻。身体左转，勾手走下弧线，不客气，龙星，你很聪明啊，老师一讲就能听明白。领膝合胯，开步，重心向左移，蹬右脚，移到左腿上来，再转腰，捧肘打开，好，合胯，膝盖不能动，腰转，膝盖不能转，重心向右移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去合胯。顺势上穿，重心向左移，翻掌打开，转腰拉开，右脚贴地回正，最后坐胯下沉，左掌向左斜前方推出，整个这手臀部是向后坐的，重心是微偏脚跟的。如果你要是偏在脚掌上的同学们，老师我现在力在脚掌上，好，往后挪一点，力在脚掌的话，那你的力是顶在这儿的，顶在膝关节上的，所以你的力是微偏脚跟的情况下，那么它是通过你的大腿沉在脚底的，你的脚会非常的重，拉开，非常的稳。好，来，同学们，背面我再带大家咱们也走一遍。欲左先右，拎手腕，左转腰抱球画立圆，右转腰抱球画立圆，右手变勾，左掌上翻，身体左转，勾手走下弧线向上领，领至与肩同高，领膝合胯，开步，
重心向左移，左膝找左脚，转腰横肘打开。重心向右移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合胯上穿。重心左移翻掌，转腰打开，右脚贴地回正。最后坐胯下沉，沉在左腿。好，整个重心是压在咱左腿，左腿站的是6分力啊，咱整个重心压过来，但也不能压过了，重心一定不能过于顶，所以咱们的重心是左腿站的是6分力，右腿站的是4分力，4、6分的力，在移重心的过程中，同样也是4、6的转换。那么大家有没有学明白？咱学明白的，能够听懂的，咱在公屏上打个听懂。好，来带大家，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咱的第6式的斑斓锤。握拳，好，在做一个发劲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那么我们在走的过程，大家不需要去发劲啊，因为咱们虽然说咱56式当中第一个发劲的动作就是斑斓锤。但是大家也不需要去把斑斓锤先给它做出发力，我们先把动作的路线先走对，如何移重心，如何去转腰，然后我们再到后期再去做发劲，会事半功倍，轻轻松松的一步到位。因为我们的手如果没有搞明白往哪去移，手应该停在哪个位置，动作做的不标准，那么你后期它会影响你的发力的。勾手，勾手，来，这位福二同学，来，我现在把咱的单边接着我们的这个斑斓锤给大家再一块讲一下啊。这个勾手我再给大家讲一下，来，右转先拎右手腕啊，右转拎右手腕，轻飘飘的啊，拎，左转抱球画力圆，看到没？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。右转腰的时候缠，继续抱球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然后右手先变勾，左掌上翻，身体左转，勾手走一个下弧线向上领，领至与肩同高，领膝合胯，领左膝合胯开步，重心向左移，左膝找左脚，转腰捧肘打开啊。转腰捧肘打开，重心向右移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顺势上穿，重心向左翻掌，转腰的时候拉开右脚回正，最后坐胯下沉推掌，勾手要轻轻的画一个啊，勾手是轻轻的勾的，来。看到没？它是一个圆勾啊，圆勾，不要尖的啊，圆的啊，轻轻的勾住。好，左单边右脚朝会比较辛苦点，右脚朝。薇丽姐说什么右脚朝？那得祛湿呀。好，老师，我跟其他老师练的时候，咱膝盖疼是怎么回事啊？来。因为方法的不正确，因为大家啊，我们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，老师是看不到你们的做的练习的一个姿势，但是在给你们讲的时候，自己啊，你看就像我讲的移重心，重心一移，大家可能掌握不好这个力度。我说移重心，大家就认为的就是移重心，也不管移到哪，反正就是移过来了。然后在转腰去合胯的时候，好转，膝盖是不是也在转？那么在这样的练习过程中，大家可能会走到一个我们在练的时候，那膝盖为什么会疼？这就是你问题的所在。还有我们在开步的时候，很多同学腿支撑不住的时候，一下子把步子带过去了，就是一撑，再闪一下，膝盖怎么会不疼呢？或者说你刻意的向外去撑啊，也是不行的。
所以我们会出现咱的关节的不适，是因为各个的原因等等的很多因素都会造成你的关节的不舒适。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咱们一定要慢。老师为什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？大家在移重心的时候，我也在教大家移重心如何移到哪。4-6的转换，它只是比5-5分的力多了1分的力。你说1分的力能到哪呀？是不是1分的力仅此多一点而已？所以呢，我们在练的过程中一定要慢功才能出细活，慢功才不会出错。太快了，你就咔嚓一下，你的力是不是顶过了以后你就回不来了呀？所以一定要慢，把这个重心拿过来，一点嘛，它又不多。所以大家在跟着老师在练的过程中，大家也要咱们跟着老师，我们练习细节点，慢慢的来练，不着急。好，来，我们接着。好的，不客气，福儿，拉开，走，右手去接左手的时候，身体的左转合胯，膝盖不能动啊，膝盖不能动，咱合的是左胯，小腹内侧找大腿的内侧去合，感觉你的左边的臀部是不是像做了一个半个板凳一样，它合住了。重心向右移的时候，走右膝找右脚，移过来，慢移到这就够了，千万不要做啊！来，老师有没有详细的系统的教学的视频？来，我看一下啊，有没有系统的教学视频来给大家说一下？我问一下咱们在座的同学们啊，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过，就是老师我跟着你练的时候好像就会，但是我一不跟你练的时候，我的脑子就一片空白，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，然后自己就练不下来了。咱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？有的，咱可以在公屏上扣上一个1，我看一下。然后大家都是，咱屏幕上有很多同学其实都在说，老师你的动作打得真漂亮，真潇洒，真稳。但是为什么我一练的时候，我的身体都是紧张的，然后往下一蹲，有时候膝盖会发紧，甚至像刚才那个同学所说的，我的膝盖有疼的现象，对不对？那么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？有的，咱在公屏上扣上一个小2，老师来看一下啊。哇，这么多的同学们啊，因为零基础的同学们，大家出现的问题啊。比较多的问题啊，您看有扣1有扣2的同学们啊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慌。其实啊，这真不是大家笨，也不是大家不适合学习太极拳，而是我们缺乏了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学习。因为很多哥哥姐姐们，大家一会就想不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很多同学咱们都是自己学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东拼西凑的找视频，跟这个老师学学，跟那个老师学一学，然后没有老师具体的去给大家去讲原理，讲纠错误，大家越学越迷茫，越练越乱了，不是？甚至有的同学在方法不正确情况下，把膝盖也练受伤了，最后就放弃了。非常的可惜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太极是能够养生的，锻炼身体的。咱56式打下来一套是7分钟左右，动作快慢结合，刚柔相济。咱打完练完身上微微的出汗，浑身舒坦。老师呢是国家